我母亲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，她50多岁之后开始跳广场舞，跳了5年广场舞，长高了2厘米。就因为这个神奇的事情，让我开始关注广场舞。我叫康世伟，我以前是做艺术的，从2005年开始涉足纪录片这个领域，到现在已经拍了纪录片，可能12、13年了吧。广场上的舞蹈这部影片是一个很后现代的故事。这部纪录片讲述了3个中国的老人完成自己人生最后心愿的故事。这些老人在文革时期都要跳这个中字舞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和热爱的舞蹈。40、50年之后，他们现在都老了，都60、70岁了，他们还在广场上跳广场舞。熊先生的故事是这样的，他都70岁了，然后呢，他照顾自己105岁的父亲，照顾了10多年，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着巨大的压力。那么所以说，他晚上会到广场上去跳广场舞他们跳的是那种牵手舞，不断的更换舞伴，然后呢，以这种方式呢来疏解自己心里的压力。尹女士，她从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进舞蹈队，在文革时期，她是红卫兵团的团长，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我们国家，直到她老了，到了她50、60岁了，她才有机会重新在广场上找到了自我，然后呢，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大型的艺术团，然后在国内外进行演出，圆了她终身的一个梦想。年轻的时候也好，老了也好，即使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也是莫大的幸福。周先生他也跳广场舞，他还在广场就是练拳、打武术倒立就是一个74岁的老人还可以在广场上倒立，那个画面看上去就是挺超现实主义的。文革时期，他的初恋就跟他分手了。50年之后，他又重新找到他的初恋，然后把当年他们分手的时候，周先生给他的初恋女友画的一张素描，亲手交给了他。就是互相都感到有点遗憾，你看他说起话的时候，还是感到心酸。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找了一个广场，那个广场上大概有近1000人在跳广场舞。那么我们开始拍了10多个人，最后呢筛选出了这3个人。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，可能有1年多到2年的时间。我们镜头对准的人，我们关注人的内心深处的一个思想的变化。我们是听熊先生说，有一部分人首先是因为家庭有裂缝，这些人才在广场上去跳舞，找一种心理的慰藉。结果跳着跳着，这裂缝就越跳越大，最后就跳散了家庭。老人的情感其实是跟年轻人是一样的，我们要以一种平等的意识和观念去看待老年人的感情问题，不能因为老年人是在那个年龄阶段，他感情上有一些欲望也好，冲动也好，我们就对他有看法就是说这个人老了还老不正经的。因为年轻人会遇到的感情问题，老年人可能也会遇到。因为之前我认为可能广场舞是一个挺无聊的事儿，拍摄完这部影片之后，我完完全全的改变了我以前的想法。人有2个最大的敌人排名第1的是死亡，排名第2的就是孤独。其实跳舞在哪儿都能跳，为什么要在广场上跳呢？是因为文革时期的这种集体意识的遗留，想跟其他人、其他大伙儿在一起打堆，人多了感觉热闹不孤独，这也是对老年人心理的一种慰藉。广场它是一个具有政治概念的符号，因为我们会在广场上集会，中国大妈呢却是在广场上跳广场舞，她把这个政治空间转化成娱乐空间了，这也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吧。